今年的开春第一个活动，老样子就是在三凤中街举行。为了这次的开春活动，还把建国路封街一小段。看这条长达100-200公尺的排队人潮，想必又是要拿取什么吉祥物品了。本来想说要不要凑个热闹也来排一下，但这队伍实在太夸张，就 pass 了。走到排队的起点，原来是小红包啊！排第一个的是相当有年纪的阿婆，真的很猛。这次的活动标题也不错，蛇转乾坤，年货满门。那都来了，那就到三凤中街里面走走吧。想问问各位观众，你有多久没来逛过这里了？我自己是很久了，超过10年了吧。在学生时期，还会陪家人来逛逛。现在成家立业后，反而很少来这里逛。一来，现在小朋友很少吃这种年货；二来，这些年年节的气氛也越来越淡了。那今天刚好就趁这个机会，把三凤中街记录一下。一进街口就是满满喜气的春联摊位，总算开始有一点年节的感觉了。现在住大楼的人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去朋友家，甚至有些住户也不贴春联了。我们家是还有保留贴春联的习俗，不过对联倒是不会刻意去挑选就是了。那这边也先介绍一下三凤中街的历史，是高雄三民区饶富历史韵味的一条街道，位于建国3路以北、中华3路以东与致力1路以西之间。距离这里最近的大众运输是台铁3块厝站，也是要步行约5分钟的时间。三凤中街横穿3块厝聚落中央，是一条集合南北杂货贩卖商的街道。早年有北有迪化街，南有三凤中街这种口号，不过近年也甚少听到这种比喻了。那为了因应华人过年时期办年货的习俗，中街于每年过年前1个月至除夕夜成为年货大街，也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最为热闹。那在西元1990年代之后，因各大超市卖场陆续成立，且均附设有大量停车位等优势竞争条件，腹地受限的中间买气大受打击。为此，各商家在经济部的协助与配合之下，成立高雄市三凤中街商机促进会，旨在建立消费者对于三凤中街商圈的品牌意识，严格为消费者把关商品品质，并提升服务，让消费者能用比超市、大卖场更优惠的批发价格买售物美价廉的商品。这几年也比较少听到标价不明的纠纷了，这在影片后面会稍微聊一下。逐渐演变成至今的三凤中街面貌。那也在致力1路的中街入口处设立三凤中街地标，七彩浴火凤凰，象征各商家经营世代承先启后，必有商圈生生不息之意。那停车位的问题，也在各方明代的努力之下，于每年春节前，在靠近三凤中街的建国3路等路段，于新春购买潮期间可以斜向停车，以增加消费者停车空间，并封闭外侧机车道成为机车停车区。现场也有管委会聘请的工作人员协助指挥引导，大幅改善旧时购买潮期间车潮拥塞与停车乱象，算是成功保留一个旧商圈的商业活动。但这种商圈也很难再扩大范围了，大概也是就这样子吧。但以往年节时期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交易纠纷，尤其是商品标价问题，可以说是年年都有。现在管理会要求明码标价后，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。讲个冷笑话，以前说在三凤中街有送气球的摊位，千万不要去，答案就给各位观众去猜吧。那有明码标价后，那自然交易纠纷就降低了。那算是糖果1斤要卖1000，那也是双方合意。以前是2块标价牌放得很近，结果糖果称完，以为是1斤100，结果变成1颗1元。这种价差超级可怕的。所以这次还是有看到1斤卖快600的糖果，但标价牌写得够大，我也觉得 OK。不知道各位观众的看法是如何呢？那当然，年货不只是糖果而已，
自然还会有一些坚果类跟南北货。坚果或多或少，我还能分得出来。现场还有提供试吃，所以还能试味道。但像一些高级干货，我就完全不行了。东西是认得出来，但是买了也不会煮。这大概也是像我们这年龄层，为什么很少逛这里，最主要的原因吧。要不然，像一般糖果、坚果类的，在家附近买一买就好，实在是不用刻意跑来这里人挤人。这场地也是真的小了点，推婴儿车的父母也不方便。不过动线比起以前是好太多了。以前出口就是在自立路桥桥下，那进出的空间很窄，机车又一堆，加上那边灯光不够明亮，所以观感是真的差了点。现在自立路桥拆掉后，视野空旷不少，行车动线也好了许多。如果不是要专程来买年货，而是要来体验新春年节气氛的感觉，那来三凤中街先挤一下也是不错的。像这里还有以这跟这阳板的设计，所以也算是个室内空间。如果日后像新枯江这种想要重新整修的商圈，似乎也可以参考这种模式下去改造。毕竟夏天的热跟多雨，对游客还是很扫兴的。如果能做成像这种半室内空间，再多点创意跟不同的商品引进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吧。不过看隔一条路的南华市场，虽然也是有打造出这种空间感，但走到空间真的过于昏暗，走进去直接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。衣服、鞋子的款式都是20几年前的，这样是有点啼笑皆非啊。那像这种老商圈在高雄还蛮多的，真的如果跟不上时代进步，很容易就被梦时代或汉神巨蛋这种百货公司比下去，变成夹缝中求生存了。所以年轻一辈对这种商品的消费力越来越低，这种商业活动又不知道能再维持几年呢？那聊一聊也快走到出口了。其实这段路也不算长，大概也就200-300公尺吧。今天人潮都在外面排小红包，所以这次影片的人潮还不算多，还是建议冷门一点的时间来，要不然是真的蛮挤的。就像是过年的新乐街人潮一样，给各位观众参考参考。那算离发红包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就再去凑个热闹吧。真的蛮佩服这种现场写春联的师傅。如果遇到要写一些生僻字该怎么办呢？舞龙舞狮也准备好了，就等那个发红包的人出现。果然一出现后，整个现场马上热闹起来了，许多媒体跟地方民代也一拥而上。我想许多民众不只是排红包，更多的是想要跟市长合照留影。那记录完发红包活动后，那也找间店喝个凉水。那在这附近就一定要推这间店了，邓家粉圆冰。不过以前隔壁还有一间皇家粉圆冰，价格还比这间便宜，不过也已经歇业了。很久没来吃了，价格也调涨了。很久以前皇家是卖10元，这间卖15元，但现在也涨到20元了。虽然价格还是说得上便宜啦，但就口味就见仁见智了。我喜欢这间就是因为够甜，
粉圆就是要甜才会好吃啊。不过我不清楚店家能不能做半糖口味，请各位观众自行斟酌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